如果战神白起不被赐死，秦国能否提前统一全国呢？公元前257年，也就是秦昭襄王50年，秦王派王陵率军攻打赵国邯郸，但是死战秦军遭遇失败，于是秦王又改派白起为将伐赵，但是白起借口邯郸南宫不肯接受任命，不得已之下，秦王又改派王和为大将伐赵，结果再次失利。由于秦军接连吃败仗，秦王的心情郁闷极了，又想找回场子挽回颜面，别无选择之下，秦王只能又强令能征善战的白起出兵伐赵。白起他知道此时已经错过了伐赵的良机了，他不想当冤大头，自称病重依然推脱。秦昭襄王闻讯大怒，把白起的职务一撸到底，由军区司令员降为普通士兵，并将其贬谪到阴密。白起他只能卷铺盖走人了。当他走到渡游的时候，秦王赐给白起宝剑，令其自尽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如果战神白起不被赐死，秦国能否提前统一全国呢？我的答案是不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白起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是建立在2个基础之上的。第一是秦国强大的综合国力，第二是秦昭襄王和白起之间良好的君臣关系。如果没有这2个基础或者缺其一，白起的战绩都要大打折扣。而白起死前，他与秦昭襄王已经闹掰，不再受到君主的信任了。这就像一个班长不受班主任的待见，他有再大的能量也发挥不出来。当时秦国的情况不容乐观，堪称是自秦孝公变法以来最糟糕的一段时间。秦国经过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，需要休养生息阴，为灭国之战，背后拼的就是国力。此时的秦国国力还不足以干掉6国，其他的国家也有足够的力量去抵御秦国。假如秦军陷入与赵国的苦战，那么楚军就可能挥师北上。到那个时候，白起将如何自处呢？白起之死和6国是否提前统一没有必然性联系。当时的6国实力还是挺强大的，没有到了后期被秦始皇的军队一捏就碎的地步。白起就算不被致死，他在秦国的统一之战当中也起不了多大作用，因为秦国消灭6国，统一全国是一场持久战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。白起之死看起来是偶然结果，实则是必然结局，根本原因是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导致的。白起即使不死，也老掉牙了，不复当年之勇，总会被他人代替。白起死前身体一直不好，多次在家养病，基本上就是一个退居2线的老干部。就算他不死，以他当时的年龄和身体状况，再怎么用兵如神，也不可能经常的出兵征战了。所以白起是死是活，其实对秦军的战斗力影响不大。战功赫赫的白起沉溺在了胜利的喜悦当中，却不知道收敛自己的锋芒。长平之战开始就与范雎产生了矛盾，后来发展到与秦昭襄王发生分歧，这也是他必死的原因了。所以由此可见，白起之死是注定的，对秦国统一全国没有必然影响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